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欧关系因北溪管道被破坏一事再次紧张之际，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周二在出席一场活动时，罕见发声提醒西方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应该被视为一个认真的对话伙伴，他的讲话不应被忽视。Worte ernst zu nehmen, sie nicht von vornherein damit abzutun, sie sei nur ein Bluff, sondern sich ernsthaft mit ihnen auseinanderzusetzen, das ist beileibe kein Zeichen von Schwäche oder Beschwichtigung, sondern ein Ausweis politischer Klugheit. Einer Klugheit, die dazu beiträgt, Handlungsspielräume zu erhalten oder, mindestens so wichtig, sogar neue zu erarbeiten. 外界普遍认为，默克尔指的是普京上周宣布部分动员令时发表的声明。普京当时表示，俄罗斯准备使用一切手段捍卫俄罗斯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这被西方媒体解读为发出前所未有的核威胁。去年12月，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结束了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默克尔曾在东德长大，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他当政期间，德国一直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联系。卸任后，默克尔鲜少公开谈及俄乌冲突，一度引发西方舆论非议。在2月份的简短声明和6月份的公开讲话中，默克尔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仍呼吁西方国家应同俄罗斯保持对话。而在此次罕见公开发声中，默克尔还假设，若被誉为是20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欧洲领导人之一的德国前总理科尔在世，他将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默克尔称，他认为科尔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和恢复乌克兰的主权和完整，同时也会展望未来，考虑目前来看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即如何重新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俄乌冲突之后，欧洲有一种即使是自己遭受很大的损失，也要彻底的遏制俄罗斯的战略势力。所以说，我觉得欧洲这样一个心态之下，才导致了近期俄欧之间的能源上的很多的矛盾。默克尔希望通过对话。希望不要和俄罗斯全面的这种发生对抗，不论是欧盟也好，还是北约也好，不要和俄罗斯有一个全面的这种兵戎相见。我觉得他一直秉承的是这样一种外交的理念。从这个角度出发呢，他也是希望欧洲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调节这种俄乌之间的冲突，然后让这个事态进行一个降级，或者说是一个缓和。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1亿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和物资。与此同时，欧盟也提出了针对俄罗斯的一揽子新制裁方案。对此，您又如何看呢？我认为，从美欧的这个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俄乌战争的局势实际上是在连环升级与螺旋式上升的。前一段时间，是乌克兰在西方的大力军事援助下，在乌东地区打响了一系列的反击战。从俄军手上夺回了不少备战领土，并想以这样一种气势来吓阻俄罗斯，让俄罗斯知难而退。然而，面对战场上出现的不利态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是颁布了局部战争动员令，准备征集30万后备兵役开赴前线，以向乌克兰与西方发出绝不妥协、奉陪到底的这么一种信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俄再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无疑也是要向俄罗斯发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这么一种信号。因此，假如我们把俄乌冲突比作是一场赌局的话，很显然，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西方，不仅没有看出哪一方不赌了要下桌的这么一种迹象，而且是都在不断的加大自己的赌资与筹码。如此一来，俄乌冲突就真的存在着失控的风险，甚至是存在着最终掀翻赌桌、动用核武器的风险。除此之外，我们从俄罗斯与美国最近的动作中，还可以看出俄乌战争的另外一个新动向。俄罗斯本来是要通过在乌东地区搞公投的方式，把俄罗斯的行为转化成为卫国战争行为，同时把西方支持乌克兰夺回备战领土的行为定性为侵略行为。然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表示，华盛顿不会阻止乌克兰使用美国供应的武器打击举行入俄公投的乌东南部俄控地区的行为。这等于是双方针尖对麦芒，进一步杠上了。